Hello，大家好，我是巴斯特，欢迎来到我的玩具分享时间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变形金刚40周年跟怪物猎人20周年的联动产品，这一个喜鲁巴 Leolus Prime 啊，萤火龙擎天柱。那为什么没有买最经典、最能代表怪物猎人的熊火龙的版本呢？主要是因为有2大原因。第一点呢，就是有点审美疲劳。熊火龙作为这个劳模一样的存在啊，各种的联动都是它。那换个颜色也换个口味吧，就买了这个萤火龙的版本。第二点呢，就是我个人的一点点的这个小脑洞啊，因为呢，火龙一家里面抛开那些网游的特殊个体啦，叉叉里面的二名怪，萤火龙基本上就是火龙一家的顶点啦，是最厉害的这个火龙的版本。那最为强大的擎天柱 Star Convoy， 他持有的这一个喜鲁巴马多利克斯啊，也是带着这个白银词条的。萤火龙跟这个白银模块啊，感觉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联系，也让这一个版本的这个擎天柱啊更加的有味道。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脑洞啊，实际上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啊。那我们把大哥请到一边，还是来看一看这个玩具吧。我个人是比较讨厌使用地台的，甚至我为了退而求其次啊，去用了这种比较方便的小方块。但是平常做玩具的时候，其实也用的比较少啦。主要是因为这一款玩具啊，都有一个问题，如果你想摆出火龙在那种密林里面觅食的时候那种生态表现啊，要把这个翅膀给耸下来，就是这样子。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它根本没办法站住啊，对，它没有办法站住。这两边的翅膀是要比它的脚还要高出不少的，所以说只有站在这种地台上呢，才能有一种这种比较合理的这种生态的展示啊。如果你想让它站在地上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用这最里面这一段关节啊，从这里折下来，这边也是你就会看到它会高出一截来，就是这个背部会高出一截来，对的，它不能这样完全的变平，这样。可能这种全覆盖的更加自然啊，忽然就多出来一截，我个人是觉得，比较奇怪啊。那这个样子呢，它是可以去这样子站到地上的。至于喜欢哪一种呢，就看个人的选择了。但是如果你不折叠它最后这一节翅膀的话呢，它是没有办法站到地上的。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设计失误啊，真的觉得这个隆起来一段特别的丑，像这样自然包下来，这样自然弯曲下来。会更加有火龙的那种感觉吧，就是这个样子。我还是比较喜欢它站在高处去展示即使它要用到这个地台。那把火龙的翅膀完全展开以后啊，这个翼展还是很给力的，哇，相当帅气啊！这个角度看还是挺有火龙一家的这种味道的，翱翔在天际啊。而且呢，1、2、3、4根支撑骨，证明擎天柱大哥还是比较与时俱进的。这扫描的是一个新大陆的火龙。不过呢，再仔细看味道就不对了，这个尾巴非常的细，而且非常的短。我先说明一下，这整个背包基本是不怎么参与变形的。但是这个尾巴不仅做的比例失衡，而且它没有任何的可动。对于火龙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像是这种急停然后去抓别人的这种动作它是需要尾巴进行一个参与的。但这个尾巴就直愣愣的在这里非常的难看。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它的这个脚掌就是一个飞剑的冲突没有任何的改模。如果你能让这个脚掌加一段关节，它弯起来，就是抓握起来去抓人，这样去抓别人，我觉得这种就要生动非常多，生动好几倍但非常可惜，它就是一个就改了这个膝盖的部分，加了个护甲为了去贴合这种火龙的这种印象他没有改这个最关键的这个灵魂的这个点睛之处，他没有改不能抓握。你知道我玩到的时候有多么失望吗？不能去这种飞扑下来去抓别人，哇，大家能理解到吧？就玩游戏的时候忽然一个急停，然后过来抓你一下，然后下来以后一个甩尾但尾巴也不能动非常蛋疼。至于整个头雕的表现，是我觉得比较惊喜的地方不过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它会直接断掉，没错。会直接断掉非常难看不好看。对于这个头雕，大家就看一下吧，非常惊喜里面也是上了银色的牙齿有上漆，然后还有舌头的刻画，眼珠也是有的，还上了这个紫色的涂装，哇，相当好看的一个头雕非常喜欢啦。
它这个头部也是可以活动的，可以往一边歪啊。不过这个歪的角度最多就到这里了，跟火龙的龟壳是有打架的。这就大概它的一个可动的表现了。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它的变形吧。首先第一步呢，要把这个翅膀给收起来啊，给它往里面收。哎，刚才也忘说了，这个涂装真的是很漂亮啊。整个翅膀的纹路啊，这些上漆的地方，这些纹路的刻画相当的好看啦。然后我看到有一些吐槽的，他说他这个银色的地方啊是非常难看的一种塑料灰，其实还真有点不一样。变形金刚里面对于灰色跟银色啊，他们这个塑料的颜色表达是有差距的。这种偏亮的这种灰啊，其实就是变形金刚里面对于银色的表达了啊。当然我也没有给它洗或者是怎么样，我就是这么说一下，可能很多不太了解的一些朋友不太知道啊，就稍微说一下而已啊。我们把这个翅膀呢，给它不是翅膀，把它尾巴给它卸掉啊。这个尾巴呢，要单独拿下来，一把剑盾啊，其实它并不是，我当时看的时候以为是片手，但其实它好像是盾斧，这个比例也是挺失衡的。世界上最小气的盾斧啊，先给它放到一边好了。我们看回本体的部分啊，把这个腿给它往两边打，这两边打完以后，就会看到这有一个插槽啊，这个插槽对应的这个凸起，它是一个锁定的，给它先解开，这边也是一样，给它解开就行。整个腿呢，给它放下来，然后我们给它打开它的背包啊，它整个背包打开以后啊，它就会发现啊，整个背包就跟变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纯放在后面啊，这令人发指的一个变形啊，太诡异了。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头雕先拿出来，然后呢，两个手给它拿出来，两个手也拿出来，这就基本就有个人形了，非常简单，这个人就出来了已经。然后就这些细节的调整了，这边给它转过来，这边怎么转不过去啊？给它转过来，然后呢，这个腿给它转过来，脚转过去啊，这个样就变完了。当然，护甲的部分要给它打开啊，打开放到一边。露出这个蓝色的部分来，这边也是一样啊，给它打过来，打开，转过去，这个腿就已经变完了。然后呢，这个肩甲的部分啊，给它放下来啊，放上去，说错了，给它打开。然后啊，这个手臂显得非常单薄，怎么办呢？没关系，这有洞啊，这个洞是插什么的？是插这里，给它放下来以后，再跟这里进行一个结合，就变成了一个护甲的造型了。另外一边也是完全一样的，给它放下来。这个地方非常的扎人啊，它做的非常的尖啊，也非常尖锐。其实你玩的时候会有点扎手的感觉啊，不太适合小朋友玩了。这个样子就变形完成了，基本上，就已经变完了。当然我们要把这个背包啊，它顺便一提，它这个领导模块是塞在这里面的，给它拿出来吧，拿出来。这么小的一个模块啊，因为它改模实在是没有空间了嘛，它不能放到胸口里面，只能放到这里啊，相当诡异的一个操作啊。然后就是最经典的一步啊，把整个翅膀往下折，折完以后啊，脖子上这个洞对应的这里的一个凸，给它结合上，往下，那有没有扣上？扣上去了，这样子就是完成了。骷髅兵啊，这个身材真的看一次笑一次。不过呢，我们有办法解决，怎么办呢？就把这个给它往里面折一段，然后盖过来。这边也是往里面折一段，盖过来，变成它的一个裙甲嘛，这么大的一个裙甲啊，一个裙摆，给它放过来。这个样子，我们的火龙擎天柱啊，就已经是变形完成了啊，是银火龙擎天柱啊，非常帅气的一个造型。真的吗？真的帅气吗？非常的疑惑，这个造型，我们一会儿再看吧。那稍微调整了一下镜头，银火龙擎天柱就已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整个造型来说是以3代的熊火龙套为基础去设计的，为蓝本啊，有个7、8分像吧。不过这个裙甲比原版还要夸张啊，这个基本都拖地了啊。肩甲的地方可能是没有原版那么的尖锐，它是在一块零件上面去雕花啊，比较平面了，没什么好说的。其他的地方呢，这个头部、胸部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尖尖的地方总让我想起爆炎杀手。我的第一眼就是觉得很像是爆炎杀手那种感觉啊，就是这么一个造型了。背包来看呢，哇塞，像是擎天柱寄生了火龙呀，或者火龙在抱着擎天柱啊，
非常诡异的一个造型。哇，这个不想多说了，可能是这个成本实在是有限啊，改模改的很极限了。上半身的改模幅度是比较大的，下半身就改的比较少嘛。然后还加了这么一个壳子啊，这个壳子是完全为了怪物猎人联动去做的，哇，太感动了啊！那它的这个可动性呢，我稍微看一看吧啊，顺便看一下这个头雕吧。这个头雕也是那种骑士风的造型啊，哎，也是在火龙套上加了擎天柱的风格啊。我非常喜欢这个眼睛，它是用的紫色，没有用擎天柱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蓝色或者是黄色啊，用了这个萤火龙的紫色啊。非常好看，感觉有点邪魅的味道。一个紫色眼睛的擎天柱啊，继续说回可动啊，这个手臂可动啊，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些可动啊。这个平台这样子旋转呢是在这里啊，不过有一个槽点，这手腕啊竟然不能动，它只能这么去动啊。你作为一个握持冷兵器的一个家伙，你的手腕竟然不能转啊，太恐怖了！竟然还有这么弱智的可动啊。拿剑的话，给它拿上吧，给它拿上去，稍微看一下吧。哦，忘了说这个涂装也是非常好看，有个渐变的效果，哎，给它拿上去，就是这个样子了。握持上以后，就是这个效果啊，哇，还是挺帅气的啊。不过这个尺寸呢，哎，这个尺寸可能是主要是盾牌太小了，这个剑倒是还好，哇，这怎么这么难抠啊？这个地方，哎，给它抠下来了，哎呀，这个盾牌实在是太硬了，这个握把给它装上去，稍微看一下吧。这个效果呢？哎，怎么这么紧啊？我的天呐，这个插孔实在是太紧了。哎，插上去了。一手拿盾，一手拿剑啊，这就是它的盾斧啊，这么一个造型。还挺像回事的吧？不过这个盾牌怎么看尺寸有点小啊？而且这手腕不能转，你去给它不能转，你去握这个盾牌就很吃力啊！真的是。可动上面真的是一坨屎啊！说实话，头部的可动也是非常基础啊！翻过来呢，能看到这个火龙尖刺的刻画还是挺好看的啊。这个低头抬头幅度都很小啊，低头就这么多，抬头也没多大，非常尴尬的一个可动。左右旋转是有的，整个是一个球关去连接。忘了说了，如果你喜欢的话，你还可以把这个火龙领导模块给它去装上去啊。应该是可以握住的吧？稍微给它握一下试试啊。怎么这么难握呀？天哪，应该是能握住的，关注都握住，那应该能握住吧？这个玩具真的是越玩越窝火，不知道为什么有股无名怒火啊！给它握一下吧，假装握一下，哎，握上了，这个照亮我们最黑暗的时刻啊！说实话 ，TT 的这几个联动产品啊，我基本都有购买。真的是一个比一个更黑暗啊！这个有大量改模已经挺不错的，要比那个纯重涂的诚意上稍微好一点，有够黑暗的啊。那这个腿部可动呢，就是打开以后就可以看到了啊。腰转刚才也介绍了，是个变形的原因。裙甲可以打开，踢腿啊，往后踢，屈膝，然后这个底部啊是有一个接地啊，左右接地，一个球关在里面，什么接都可以啊。但是呢，我不建议大家去，我就当这个腿啊，它是不能动的，因为实在是太丑了，还是赶紧给它盖上吧，家丑不可外扬啊。这就是它的一个腿部可动了啊，因为它这个比较猎奇的造型啊，我基本上是不会给它摆出什么腿部动作啊，就让它有个裙摆稍微遮一遮，还好看一点啊。就是这个样子。那武器呢，还有一个玩法就是把它的这两边啊，哎，这个背包实在是太大了啊。背包往一大，它这个就往后倒啊，很难受。给它稍微再站起来吧，不要倒了好吗？这个盾斧的玩法，给它打开以后啊，两边打开，然后呢，把这个剑啊往里面插，这个凸起凹槽，哎，往里面一插，哇，这就是它的盾斧啊，世界上最小的盾斧。这个造型也是这个游戏里的造型吧。就这么一个造型了。握持上呢也可以给它握上了，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是盾斧吗？很难说是什么武器啊，但是不像是我见过的盾斧啊。我都觉得你的这个，为什么不弄个大剑呢？就感觉最能代表怪物猎人的武器是什么？大家告诉我，是不是大剑？用了一个盾斧来当啊，可能是这种盾斧有一剑有盾啊，比较贴合骑士的形象吧。
啊，比起单纯的片手来说，还有一个合体的玩法，武器合体的玩法更加有噱头吧？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考量，他选择了盾斧。不过这个效果嘛，大家就能看得到啊。很烂，很烂，很烂。那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也是吐槽比较多啊。这款玩具我觉得是槽点还是比较大的吧，很多人不太喜欢这个联动。但我只能说，这已经是最近的联动产品里面比较有诚意的作品了。其他的联动产品有多烂，我就不想多说了啊。那好了，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吧。我是巴斯，我们再见吧，拜拜。